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，每周分享家庭美食。今天分享一款毛毛虫面包的做法。这款面包做出来的味道就是20年前的老味道，现在很难吃到这种口味的面包了。喜欢的小伙伴，我们就来开始制作吧。由于现在北半球的天气处于冬天，非常的冷。今天用种种法的方法去做面包，适合冬天去制作。种种面团的配料是100克的高筋面粉中加入2克的酵母粉，用筷子简单搅拌一下之后，加入100克的水，然后用筷子搅成一个特别粘稠的面团。面团和好以后，盖上保鲜膜。如果不着急吃，可以放在冰箱的冷藏层冷藏10个小时，也可以放在室内醒发2到4个小时。怎么判断醒发好？就是面团里边有特别大的气孔，在辨别的时候可以用筷子挑一下看一下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种种面。好了，有了种种面之后，我们来配料。取来打蛋桶，依次加入200克的高筋面粉，20克的奶粉增加奶香味儿，40克的白砂糖，这款面包属于中糖面包，再加入2克的酵母粉协助醒发，打入1个鸡蛋，让面包吃起来更松软。材料中再加入50克的牛奶。最后我们要把我们准备好的种种面团也加进去，特别的粘手，最好用筷子挑进去，然后就可以放在除湿机里进行第一次和面。第一次和面不需要太长时间，只需要把材料和成一个面团，然后再加入最后2种材料。做面包要加入少许的盐，这里加入2克的食盐，然后再加入20克的黄油。这2种材料一般都是面团成型后再加入，做出来的面包效果非常好。由于现在天气比较冷，大概至少打了有20分钟，把面团打至这种拉开有一层薄薄的手膜，就证明打成功了。接下来进行下一步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取来一个小盆子，在里面滴上少许的油，用手涂抹均匀以后，把面团放进去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半个小时。这款面包的上面要淋一层类似于泡芙酱的材料，趁着松弛的时间，先来制作这一款泡芙酱。首先准备一个锅，用小火去把锅预热上。材料非常好记，锅中先加入50克的水，紧接着再加入50克的黄油，然后慢慢的把黄油在水中融化，锅中的水沸腾以后，这个时候关火，趁热再加入50克的中筋面粉，就是家里最普通的面粉，然后在锅中不断的翻炒，直至炒成这种粘稠的酱。好啦，这个时候把它盛在一个碗中，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碗，还有下一步。然后材料中打入1个鸡蛋，不断的一直搅拌这个材料，把材料搅拌融合。加入了鸡蛋，材料在搅拌的时候颜色会发生变化，它的颜色会变浅。好了，到了这一步我们就要判断一下了，如果这个材料放在裱花袋中，我们能挤出来，那就可以了。如果觉着太黏，还需要稀释，我们打1个鸡蛋把它给打散，适当的加入，一点点的加入，搅拌到不是那种特别的粘稠，但是挤出来呢它还有形状，就差不多可以。这个地方需要用经验自己判断一下，当然这一步对面包的味道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。酱也做好了，面团大概松弛了30分钟，这个时候把面团取过来。我们准备的这份材料虽然是不多，大概能做6个大的毛毛虫面包，不需要揉面，把这个面团裁成6个等份的小面团，然后用手把面团团成圆形。制作起来比较慢，为了防止面团变干，可以把刚才的保鲜膜再给盖上。取过来烤盘，最好铺一张烤盘纸。取过来1个面团，然后用擀面杖把面团擀成牛舌状。如果我们在擀的时候面团一擀就回缩严重，如果在擀面团的时候面团回缩，建议再松弛一小会儿，不需要擀得太大，像一个成年男性的手这么大就可以了。然后侧过来把一面给它压扁，然后把这个材料就像做吐司面包一样卷起来，这样做出来的面包成型比较好看。轻轻的把面团揉一下，把它放在烤盘上。按照我们家用烤箱的大小，30升的烤箱能一次性烤3个，40升的烤箱一次性能烤4个。把面团放在烤箱里让它醒发。想吃更软一点的面包，可以在醒发的时候烤箱里放一盘的温水。有醒发功能的烤箱很快就能醒发好，没有醒发功能的烤箱放在烤箱里让它自然醒发。
面包醒发到体积膨胀6到7分就可以把它取出来。在做刚才酱的时候，不是剩了少许的蛋液吗？可以把蛋液均匀的、小心的刷在面包上。好了，刷好之后，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泡芙酱取过来，装在一个裱花袋中。裱花袋的前端开一个小孔，不需要太大，然后一圈一圈的把酱挤在上面。接下来这款面包就进入了烘烤阶段。烘烤的温度设定是先把烤箱预热到上火140度，下火120度。面包放在烤箱的中层烤17到19分钟之间，根据面包的上色情况把它取出来。这款毛毛虫的面包接近于20年前那种老面包的味道。由于手工制作这种面包太麻烦，再加上这款面包不适合运输和保存，在商业化的今天很难吃到这种口味的面包了。但是我们学会了可以自己在家里做来吃。好了，接下来进入最后一步，准备150克的淡奶油。想吃甜点的伙伴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在淡奶油中加入糖，视频中是加入了10克的白砂糖。这一步很简单，打发的硬度也没有特殊的要求。打发好之后放在裱花袋中，有没有裱花头都无所谓。待面包放凉之后，取来面包刀，把面包从中间切开，然后把打发好的奶油挤进去。到这里，我们这款毛毛虫的面包就做好了。虽然我们不能变年轻，但是我们可以享受年轻时的美味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一定要帮忙关注、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、去看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材料也已经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。